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这条是，新任 BP CEO 穆雷·奥金克洛斯暂停招聘和新的海上风电项目，将重点重新放在油气上，因投资者对其能源转型战略不满。此举标志着 BP 从减少化石燃料的过往战略转向，以优先投资油气资产和短期内可产生回报的低碳业务。接下来这条，拜登和特朗普在税收政策上分歧明显。拜登主张向企业和富人增税，而特朗普则主张减税。2017年个人的减税政策将于2025年底到期，若国会不采取行动，税率将恢复至2017年减税前的较高水平。特朗普竞选的关键承诺之一是永久性实施2017年的所有个人减税政策，但这需取决于特朗普当选以及共和党全面控制政府。然而，不断恶化的国债前景阻碍了进一步减税。国会预算办公室上调了2024年年度赤字的预期，达到 1.9 万亿美元。此外，联邦债务预计在10年内将达到 GDP 的 122%。接下来这条，耐克将于周四盘后公布第4财季业绩，投资者关注的是消费者在支出放缓担忧下的表现，以及耐克是否有空间重新点燃销售增长。华尔街和粉丝们也在密切关注产品创新。因为这家俄勒冈巨头正努力抵御核心运动鞋市场中的竞争，来自阿迪达斯等竞争对手以及安踏和迪克的货卡品牌等相对新秀。下一条，欧盟监管机构指控苹果应用商店存在反竞争限制，违反数字市场法。苹果认为符合法律，将有机会正式回应。下面这条，俄罗斯一列客运火车出轨，造成至少2人死亡，1人失踪。由于大雨冲刷了部分轨道，火车从轨道上脱轨，造成50人受伤。俄罗斯铁路公司承诺赔偿遇难者家属200万卢布，并向住院治疗的伤者赔偿100万卢布，向就医治疗的伤者赔偿50万卢布。下面这条，工资增长赶上了通货膨胀，美国人往往忽视了自己的加薪，错误地认为经济形势严峻，这导致他们对经济状况产生了扭曲的看法。接下来，拜登可能在今晚的辩论中指责特朗普会加剧通胀，但选民是否相信则是另一回事。接下来，美国药房连锁 Rite Aid 寻求法院批准其重组计划，旨在减免20亿美元债务，将公司控制权转让给贷款方。该重组计划将为初级债权人提供4750万美元，包括因阿片类药物销售而起诉该公司的个人和地方政府。尽管该计划面临多方反对，包括保险公司、马里兰州和阿片类药物索赔人，但法院将考虑这些反对意见后再做出裁决。让我们关注 Uber 将向美国和加拿大特定乘客提供1000美元代金券，以鼓励他们放弃汽车5周，转而使用公共交通和其他交通服务。这是其吸引业务和帮助减少排放的最新举措。接下来这条，股市呈现跷跷板效应，少数强势股如亚马逊和特斯拉抵消了大盘股的损失。这种现象降低了指数波动性，保持了牛市特征。当领先股下跌时，其他板块接力上涨，防止股市大幅回调。下面这条，美股期货周四下跌，因芯片制造商美光的业绩预期打击了科技股反弹的希望。投资者在关键通胀数据公布前等待新的经济数据。接下来这条，2024年大选辩论中，投资者希望拜登和特朗普提出周全的财政政策、关税和税收立场，并密切关注他们的精神敏锐度。最后这条是，美国消费者预算捉襟见肘，导致汽车贷款还款困难。通胀压力和美联储紧缩政策让消费者谨慎大额消费，汽车贷款申请持续减少。尽管供应链短缺有所缓解，但高通胀和高利率让消费者财务状况紧张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